公子，到了。不过，公子为何来此？旧年卜卦，知今日会在此地重逢一位故人，只是不知他还记不记得我。 你把我留在这烤肉呢？姐姐，我找到了全天下最聪明的人来救你啦！在你眼中，恐怕全天下都是聪明人。玲珑家。 你识得此阵？玲珑家只困不杀，乃仁慈之阵。哼，仁慈。此阵以血不成，隐有金光，可见布阵之人修为深厚。若要杀人，何须用阵？若要布阵，何须用血？想来此人状况极糟，只能以下策来对敌。姑娘怕是不简单啊！倒真是个聪明人。 公子，你帮帮他吧，姐姐是个好人，是因为跟朋友吵架，所以才被困在这里的。你若帮他，我就把我的宝贝分给你一半。好啊。那敢问姑娘，你的朋友为何要将你困在这儿？我原与他有恩，冒着性命危险救他于水火。后来。 我们一起对敌，共同进退，九死一生。可没想到，他竟因一点小小的误会就诬赖我伤人，对我下此毒手。公子不信啊？哪里？姑娘如此说，在下便如此信。那公子可愿指点二三？ 河洛阴阳成四象，玲珑八方困鬼神。看来他还真有点能耐。这玲珑家变幻莫测，接下来，姑娘需步步听我所言，方可出阵。第一步，第二生火，出于朱雀。南火朱雀。 此阵依河图洛书所成，看刚才的河图和星象，南应该是这边。第二生火，二。第二出之，天七成之。二出七成，七应该在附近吧？第四生金，出于白虎。 西京白虎，第四出之，天九成之。此人也不知是何来历。若破阵之后，他对我生疑。公子，还剩最后一步，姑娘，
怕不是在想从何处对我下刀吧？是，我正准备给你脖子来一刀，这样你就不会受折磨了。我不想介入他人恩怨，也对打打杀杀不感兴趣。但是我既能解开这玲珑枷，便自然能再将你关回去。你怎么跟我那位朋友一样，一点玩笑也开不起啊？姑娘口中的朋友，可是雍雪城少城主谢雪晨。最后一步，24为肩，68为足，以5为中，玲珑枷破。姑娘可千万不要行差踏错啊！不对，以5为中，不是寻武，而是去实存武。实与武同为中，那应该在。你究竟是何人，竟能如此轻易的破阵？在下运秀山庄南虚月，敢问姑娘如何称呼？穆玄灵。是水木战清华。朝暮最相思。说南公子是世界最聪明的人，还说世上所有的事都瞒不过你，对吗？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我早已失去了卜算之能，所以这世间的事，我知道的不比任何人多。那你是如何知道是谢雪晨将我困于玲珑家的？实不相瞒，这玲珑家是少年之时我与雪晨共创的，所以这世间除了我，便只有他一人会。你和谢雪晨是朋友？他这样清冷之人，居然能有朋友？南庄主别看我，我可不是他什么人。他既问你，你决定就好。那就请阿宝做我的小客人，如何？好，谢谢南庄主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其实，我曾卜过一卦，今日会在此重逢一位故人。我等了许久，差点以为就见不到了。那你现在见到了吗？公子请慢用。
那就是运秀山庄的南旭月吗？我听说他天生10窍，却遭人暗算3窍尽毁，如今成了废人啊！是啊，真可怜。我见他日日枯坐院中，如此天才一朝沦落，怎么受得了啊？他父亲还到处求医呢，如今求到咱们庄主这里，也不知道咱们庄主能否接受混沌珠救他。你为什么一动不动，在这坐着？我再不能修道了，腿也断了，心情不好。可是我看你好像并没有很伤心，只是一个人很无聊。我来做你的朋友，好不好？我听人说，喜欢很宝贵。你把你的糖分一点点给我，我把我的一点点喜欢分给你，好不好？给你一个。谢谢。那2位就在此稍待，想来他也就快到了。姐姐，这个糕点好吃，你尝尝，真的很好吃的。好吃。姑娘喜欢便好。南公子与谢雪晨认识很久了吗？大概10余年了吧。那你对谢雪晨的事情都很了解了？那也要看是哪个方面。公子，谢少臣主到。谢姑姑。都来我这儿了，簪子就拔了吧。哇哦！原来哥哥也是这么好看。上次一别，许久未见啊。怎么觉得你见我并不高兴？你看着倒像很高兴的样子。只是，你为何带她来此？穆姑娘说，同你之间有误会。你信？不信啊？果然还是这么爱看热闹。跟来此处，是还有话要说？是有话要说。谢雪晨，你混蛋！穆姑娘可能还在气头上，现在也不是说话的最好时机，不如先休息，等消了气再解决误会，如何？以血为祭，想要设杀阵其实不难，可你只选择困住他，说明你不想杀他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？其二是这秀宝鼠天生就有灵性，对于身染杀身因果的极恶之徒，他不会主动接近。阿宝能这么喜欢穆姑娘，说明他就不是坏人，这点你也应该知道啊。
消消气。暗域圣女，与其放她在外面添乱，不如留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看着。这做的没错啊。你呢？身体如何？我被困荣渊之时，他让我服下了一种药，虽然能够短暂的恢复灵力，但之后的10日，我却一点灵力都用不了。我倒是听他讲过救你的故事，可我没想到他给你用的是半日芳华，半是帮忙，半是添乱，有趣。有趣？啊，食言了。笑什么笑？可有解法？你身怀玉阙功，治愈能力本就高于常人，10日一过便可恢复全盛灵力了。我等不了那么久。可是，暗域还有其他动作。古籍中倒是有一种以灵墨绘符文的方法，可助恢复灵力。要试试吗？要。从映秀山庄到雍雪城的传送法阵需要准备多久？遥隔万里，异于其他阵法，1日后可达成。1日，好。先借你的传信纸验一用。盟主，桑启莲和谢幕内奸意图独处，万望小心，我会早日回去。仙盟内奸，你可知是何人？尚不知，所以需要尽快回到雍雪城，查出内奸，护住混沌珠。此番深入暗域，可有探清一二？别人不知，我还能不了解吗？以你的性格，只有战死，怎可能被擒？你会被抓入暗域，只有一种可能。你是故意的。6000年前，初代仙盟竭尽全力，才在两界山设下万仙阵，挡住了暗族入侵人族的脚步。从此暗族难以入人间，但人族也再未能踏足暗域。无人知道暗域内是何情况，不了解对手，如何取胜？所以你在去修补结界之前，便已经打算好了。若能顺利修补结界，便功成身退；若是遇险，就顺势让他们把你抓入暗域，探清其中情况，是吗？哦，所以你放出了那种只可活1日，但能传送画面的冰莹。这小冰莹倒是厉害，竟能探到桑琪的状况。正是因为他探到了桑琪，才说明有问题。为何？桑琪的实力不容小觑，就算受伤，也不可能发现不了冰莹的窥视，除非桑琪在做戏，他想让人觉得他是真的身受重伤。目的呢？就是因为查不清他的目的，所以我才在灵力恢复之时直接杀去了诸神光。若是猜测无用，直接将其擒杀，便是最好的解决方式。只可惜我错估了半日芳华的药效，没想到灵力只能维持半个时辰。谢雪晨，你可知这一趟是在赌命？万一你就死在暗域了呢？那也就是一条命罢了。反正万仙阵已经修不好了。渐修之道，不可长久。这话我倒是信了。许愿。还有一件事，我觉得很奇怪。桑琪为何会得了化影丹？化影丹？6000年前，凤山崩毁，炼制化影丹所必需的凤隐草一夕灭绝，怎可能还有人能炼制出化影丹啊？许愿。我隐隐的觉得，万仙阵出现裂缝只是一个开始，在这背后，像是有人在布一场大局。有这么多未解的谜团，那你可曾想过，要通过木姑娘去解？想过。
我就说嘛，若非你愿意，他怎可能威胁得了你？是因为你想看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，背后有何目的，又为何执着于你，是吗？是，我甚至想过利用他去对付安宇和桑启。可你设了玲珑家，选择与他分道扬镳，改主意了？利用一个女子去查，终究是与我道行相悖。更何况，他也是个聪明人。我利用他去查桑启和安宇，他也会利用我来探仙盟。谁比谁得利，还不好说。可你方才还是回去找他了呀，不是吗？你将他困在玲珑家中，你先赶来云秀山庄，按理说应该是你先到，可你却晚到了。在我这儿见到他，你也不觉得惊讶，只是问我为何带他来此，说明你已经回去过了，知道玲珑家被我解了，对吗？剑灵龙一直在亮，这附近一定有灵族，仔细找找。是。那边草丛看看。剑灵寺。娘说去了剑灵寺就会被他们套上锁灵环，被人族控制，一生都要做奴隶。可若不去剑灵寺登记，便没有良妖的身份，则不论其善恶，皆可杀。这不许历史灵族。难道是虚月救了他？虚月，虚月，他说他想弃暗投明，重新开始，你信吗？你既不敢信，又不忍杀，那就按照你心中所想，先看清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到底想做什么事。阿宝，我呢，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之后的路也不安全，而且我修炼的功法你修不了。等我和谢雪晨离开，你也回家吧。如果你真的要找你爹的话，你请南旭帮你找，也是一样的嘛。可阿宝喜欢姐姐，想跟姐姐在一起嘛。其实谢雪晨也不坏，毕竟我们正邪有别。我有老是对他动手动脚的，他那么清冷正直的人，一时接受不了，也很正常。姐姐，你这话好熟悉啊，就好像娘亲每次抱怨爹爹一去不回，之后呢又解释着说爹爹呀可能是遇到什么麻烦，暂时回不来。姐姐，你之前在玲珑家里说还有很重要的事没有告诉哥哥，是什么呀？阿宝，啊，姐姐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相信这个世上有死而复生吗？娘亲说了，除了暗族不会死，灵族和人族死了就是死啊。死了就是死了。要想死而复生，除非有神迹。神族早就抛弃人族了，连天梯都关闭了，万年无神灵世，哪来的什么神迹啊？所以啊，娘亲说了，让我保护好自己的小命，毕竟只能活一次，该送就送，不丢人。看起来还算顺利。这半日芳华令你10日之内灵力全无，直到10日之后才开始恢复灵力。这符文入体不一样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每一天都会恢复一些灵力。只要你好生调息，5日便可恢复全盛灵力。许愿，多谢。谢就不必了。
你只要知道惜点命，我就知足了。公子，出事了。高修士，这南庄主，我们遇到了那个谢少宗主。净花宫收到消息，说你修补万仙阵迟迟未归，我特地带人前来寻你，没想到你在这儿啊。谢少宗主可还安好？我的事之后再细说。高修士是否遇到了什么事？我跟几个同门在附近的驿站遭遇了魔修，好不容易逃脱，又在回净花宫的路上遭遇了袭杀，一定是那个魔修的同伙干的。南庄主，我的2个师弟都死了，之后我又跟师妹跑散了。我想起运秀山庄就在附近，便前来求援。南庄主可否派人去救救我的师妹崔婉婉？高修士，请放心。谢少宗主在此正好，师父有话托我带给你。可否挪步一叙啊？好，不必了。高修士本就有伤在身，不便走动，就在这儿说吧。在下去给高修士准备房间。不知苏公主有何话相托？师父说，6000年来，万仙阵不止一次出现裂隙，修补结界是历代仙盟盟主之责。此次因为谢盟主闭关，所以只能另选仙盟最强者，也就是谢少宗主你前来。谢少宗主不仅能力最强，又心怀大义，若以后继任盟主之位，必能更加壮大仙盟。所以，这样的一个人，若不趁早除去的话，必成大患。挤在这么小个躯体里可真难受啊！这运秀山庄的护装结界有点意思，不用这种方法我还真进不来。哼！谢雪晨，2日不见，我还是那么想杀你。就凭你，姐姐，有火把的东西进来了。你在屋里待着，别出去。之前就是你杀的玉影是吧？好啊，那就让我把你的脑袋给砍下来，带回去给他消消颤。你不该过来。怎么，你怕我死啊？能不能别在我面前调情啊？啊！张颖，你听我解释，之前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我不听！来之前，玉影跟赤影专门嘱咐过我，说你这个人，最是口蜜腹剑、2面3刀，叫我千万别相信你的鬼话。不是那样的，你别听他瞎说。我之品性，最是真诚可信。你灵力还没恢复，我找机会拖住他。你先跑。我最讨厌别人在我面前说悄悄话。啊！
你起来！你走开！你离我远点。说吧，昨天晚上为什么咬我？我此前有一大劫数未度过，至今深受其害。这10年间，每逢月圆之夜，我的身体便疼痛不已。玄门人身体中的血气，能让我好受一点。你说的这些口说无凭，我暂时分辨不出真假，还是先想办法怎么离开这儿吧。你不是千年玲珑吗？就算没有灵力，古老的阵法也知晓一二吧？怎么，还真能被这10妖的阵法给困住了呀？我如果能带你出去，你可愿帮我一忙？什么？之前我们去过的结界，里面没有蛇妖盗走的流火珠，但却有一物，它能帮助我缓解月圆之夜我身体的疼痛。我想带你一起去。是，不着急回去见老太太了是吧？我们昨天出门的时候可是说去捉鸡，可如今鸡没捉回来，人也没回来，老太太该担心了吧？你不担心吗？也是，你搬人家孙儿是骗人的，照顾老太太的温情也是骗人的。你不着急，那我也不着急。现在该你履行诺言了。履行诺言？这位蛇妖兄弟，我奉劝你一句，这个人呢可是骗过了我很多次，在他履行诺言之前，你要不要斟酌斟酌？只要能够救阿云，就是要我的命我也给。真是个痴情的妖怪。金封印得带他一起。还敢打我的主意？我不去。不是你，哎是，你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图这个吗？这个全给你，你跟我们走。我突然良心发现了，走吧。到了。这个结界好生厉害。此阵法以水为主，你用水系法术方可破解。剑上有符咒，小心！好。这是5行封印的大阵法，但凡有此阵法之地，皆是封印的邪物。这里面究竟是什么？就我的一样东西而已。这家伙之前说他是龙，莫不是真的？你们快进去！以我的灵力，坚持不了多久。走吧。跟着我的脚步。你以前来过这个地方？梦见过。取的东西就在这阵法下面。这阵法如此厉害，设下这阵法的人应当是玄门数1数2的人吧？哎，我听说
20年前，龙是被素影真人所杀。这与你无甚关系。看来是真的了。素影真人跟你有什么爱恨情仇，至于对你下如此狠手啊？你当真要听？20年前，我爱上素影，本欲为她舍去身为妖的一切，长生、修为、责任。只可惜，我想给的，却都不是她想要的。她骗我，害我，只为给她挚爱之人织一副龙鳞铠甲，救她心之所属的那个人。你不会又骗我吧？龙的鳞甲还能救人？龙乃万物不伤之体，以龙之鳞制成铠甲，可使人长生。还有这样的事儿？他想从我这里得到的，他决定亲手来取。在一次月圆之夜，雪峰之巅，他手持长剑，他杀了我。就像现在这样。千方百计骗我入阵，竟然是想杀了我！我本意并非要杀你，你都这么做了，还说不想杀我？我要用你的心头血破开此阵。只是要用玄门人的血来祭你的阵。我今天为别的，就为我这一切，我也要杀了你这妖龙！能不要捣乱？不信灵帝不会有事。头一刀，你还想来第二刀？没有时间了，我用你的心头血方可破阵。
龙骨。 能睡身体好，现在才能扛得2件。这该死的千年妖龙，竟然敢算计我！站住！喂，你说你这个人，你既然都已经出了阵法，你干嘛？我杀了他！你干嘛？你让开！住手！你干什么？你让开！你让开！他有的命，我能不杀了他吗？你不能杀他！你听我说。 他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，我现在终于能感受到他的气息。他就是20年前在洛川龙谷庇佑一方生灵的玲珑天耀，他是我妖族的龙主。真的是龙主的话，那他一定能够修复流火珠。阿玉还在等着我去救他呢。我走了。管他什么破龙，他救完人，我就要把他剁成泥。 这伤口泡了水，好像有点裂开了。他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死不了，千年妖龙，看上去还怀揣着这么多不甘。哎，别管他了。你还有什么衣服吗？男的女的都行。这身衣服又黏又湿，早就受不了了。啊，有，我去给你拿，你等着。嗯。哎，你可别趁机害他啊！我还指望他救人呢。有护心灵，你不会有事。 什么意思？门主，龙骨阵破了，弟子已经吩咐下去，让广寒门弟子守好龙身余下3处封印。有护心灵的下落吗？弟子无能，依旧没有线索。不过陈星山灵飞长老已经捉到九尾狐了。妖狐身边还有一人。 正是真妖将军陆木生，带过来。是。你这活还挺细的呢。说能生巧，这些年阿云重伤昏迷都是我在照顾。你对那姑娘可真好。她救过我。哎，你们2个是怎么相遇的？也不是什么稀罕事。几10年前，我与几个同宗从3重山前往中原修行，不慎遇到了几个玄门弟子。为了躲避他们的追杀，我与同宗走失，迷路于荒山之中。按妖族的年龄来算，那一年我才8岁。
那蛇妖修为尚浅，肯定跑不远。青云观主，我等正在追一位潜入中原的妖修，不知观主可曾看到？往那边去了。多谢青云观主。走。出来吧。下次找一个大一点的树枝。哎，仙长。小小灵修，胆子倒不小。仙长好心，能否救我一命？求仙长把我送回家，我定当结草衔环，涌泉相报。你可知，我是玄门中人。好，走吧。他不仅没有嫌弃我妖族的身份，还救了我。后来，他把我送到靠近幽都的地方，让我自己回了西南。不是，我没有，哎呀，我是不敢，只是，当年他救了我一命，如今我便愿以命相报。如今玄门妖族势同水火，你帮他这么多年，想必你的宗族也回不去了吧？无所谓啊，我只是想救他。那你倘若他醒过来，不想跟你在一起怎么办？他本就是立于仙山雾霭之上的人，而我，只要能够给他想要的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你倒也是个非比寻常痴情的妖怪，那我就祝你们好好的吧。你竟然还想着祝福我？你也是一个非比寻常的玄门之人。不会有好结果的。报恩可以，别的就别多想了。你好些了吗？既然醒了，就赶紧办正事儿吧。以我龙魂，青莲关照死。宁，快去救人吧，走水路，玄门人少，安全些。多谢龙主，阿玉有救了，告辞。现在，该解决我们的事儿了。说，为何害我？我并非想害你的性命，只是取龙骨，必须要你的心头血，才可破封印。哼，真是新鲜，取你的龙骨要我的心头血。是真的，你身上有我的护心灵。护心灵是什么？20年前，素隐并未制成龙鳞铠甲，你可知为何？我怎么知道？因为若想要制成龙鳞铠甲，最重要的便是那片护心灵，而它被我打飞了。什么？素隐把我龙鳞之时，我凭着全身的修为，将护心灵抽出了阵法的结界。你的图谋算计，皆是徒劳无功。没有护心灵，那龙鳞铠甲不过就是一个废物。这么说，20年前你们斗了半天，最后谁都没落下任何好处。可他却救了你。之前探你的脉便知，你天生心脏残缺，做什么？你想说我本不是九命之人，并未开识海。然而你却活蹦乱跳的到如今年岁，而是因为
我的护心灵护住了你。如此说来，我之前在晨星山放的那把火，是因为他的护心灵。若真如此，你为何不早说？以你贪生怕死的性格，怕是我说了，你早就跑没影了吧？那现在为何又愿意说了？你该不会想拿回去吧？护心灵于我而言，不过是鳞甲一片，不拿也无妨。但是你想威胁我，让我陪你去取回分别封印在四方的肢体？不行，不行！于情，我捡了护心灵的漏，算是成了你的恩。但是呢，你已经利用我取回了龙骨，再加上胸口这2剑，这恩情我怎么也算还清了吧？于理，以你先斩后奏的性格，若真能取回护心灵，你早就取了。你不取，定是因为你取不了。既然你取不了，我自然也还不回去。等我了却了在铜锣村最后一件事，你我最好再无瓜葛。你要去哪儿？捉鸡。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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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回来了。奶奶，奶奶，怎么了？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奶奶，我在这儿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奶奶，我们捉了好多只鸡，还有好多蛋，以后啊，不用舍不得吃了。奶奶，你看，阿福媳妇儿，先吃饭。好大一桌饭，好大一桌饭。蛋来喽！来铜锣村这么久，终于开荤了。奶奶您看，有蛋，有鸡，我给奶奶剥个蛋吃好不好？有福气，好福气。奶奶，这块肉。阿福啊，你有福气。在一起，不吵架。在一起，不吵架。好，奶奶，不吵架。奶奶，奶奶，怎么坐着睡着了呀？奶奶，躺下睡觉了。奶奶，快躺下休息了。奶奶，奶奶怎么了？奶奶，她走了。原来奶奶，她一直在等着我们，吃最后一顿饭。
那这是什么？这种时候不都应该烧纸钱吗？我帮你画了一些，你烧给奶奶吧。永安会收？会。啊，我自己烧了。月圆那天，奶奶让我早点回家。她知道我会疼，她也知道我不是阿福。奶奶她什么都懂，却还是把我当做她的孙子。天地麒麟，吾乃玲珑天妖，于多年前蒙难，一缕龙魂，虚弱无益，幸于萧家老太照料至今，恩重如山，无以为报。只待寻回身体，愿守护铜锣村，百年安宁。你说真话时，还挺有龙的样子。你我也算有缘，明日一别，便再不相见，我便陪你一饮。好爽！再来。想不到，你这千年妖龙，还有如此豪爽的时刻。来就来。那日我背你回铜锣村，你在昏迷中不停地喊师傅。你师傅是谁？陈新山掌门凌霄，不过他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师傅了。我啊，被逐出师门了。为何？因为目无尊长，肆意妄为，伤及同门。想必你那同门师尊，定是做了不可理喻之事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虽然看起来凶了些，但并非不讲事理。说的好像你很了解我一样。
师傅对你真的很重要吗？当然，我自小在世间混迹10年，就是我师傅带我回的陈星山给我饭吃，教我识字读书，引我向善的。好了，你别说我了。你看看你一身落魄的模样，你要跟别人说你是越过千载春去秋来的龙，谁会信？没人会相信。哎，你到底是渡什么劫，给你自己渡成了这样？我挚爱之人，拔我龙鳞，剜我龙心，斩我龙角，抽我龙筋，摘我龙骨，倾我魂魄，将我肢解于大江南北，于今我永生永世。我要你死！那天以后，我就不再是逍遥天地、呼风唤雨的玲珑，而是变成了一个鬓骨之力、修为尽失的废物。你也太惨了吧！有我在，我一定替你讨回公道。你的身体，我帮你找齐。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要去哪儿我都陪你。来。可是，你都被肢解成这样，怎么还活着呀？为了遇见你。洒满星空，信念的梦，让夜晚也有彩虹。你醒了。这里是广寒门，记得吗？这是我以龙之鳞片为你制成的铠甲，本可令你长生，但只可惜现在还缺一块护心灵。不过即便如此，它也可以让你免去病痛的折磨。放心，我在它上面已经施加了术法，除非我命星陨落，否则无人能解开。我的夫人呢？那狐妖已经被我关起来了。仙长，你搞错了。他不是狐妖，他是人，他
她是我的妻，你快把她放了。20年，我寻了你20年，我不是为了看到这样的你。我不认识你，你认错人了。我好像从来没有跟广寒门有任何的纠葛。认错？我怎么可能认错？当年我扶摇受困，你前来救我，被恶妖所伤。你看，这道疤痕就是证明。相信我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根本没有见过你。都是那狐妖害的。他不是狐妖，他是人，他怎么可能害我？你现在人妖不分，荣木生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真的是有辱人间镇妖将军的威名。我只是一介书生，并不是镇妖将军。我如今只想带我娘子回家。你会这样想，全是因为你忘了。即便如仙长所言，你我20年前有一段缘分，但这个缘分也已经尽了。仙长既是修仙之人，也应当知道天道不可违背，不如就此放手，你我各自安好，也算是因果成全。因果？等你记起来，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。好机会，趁他醉酒，赶紧溜。有了这一袋金豆，去永州的一路花销也不用愁了。不知道钱哥想我了没？御剑飞行。御剑飞行，没有识海储存灵力，连御空木棍都御不起来，这得多久才能走到永州啊？唉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去哪儿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昨天答应过我，以后会陪我去我要去的地方。我昨天答应你要陪你去哪儿？没事儿，有我在，你这个公道，我替你讨回来。想起来了？想起来了，有点乱。你若记不得，我不介意再说一次。别！我想是想起来了，但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，你别怪我心冷啊，我这也是没办法。我虽然被逐出了晨星山，可我也是个玄门人，以后还要靠接榜除妖拿酬金过日子。我要是帮了别的妖怪就算了，但你可是千年玲珑，
我帮了你，就等于背叛了玄门道义，这到时候整个玄门都会追杀我，你说吧，怎么办？我呢，就是一只燕雀，没有鸿鹄之志。我小时候没有父母，还当过乞丐。我以后不想再过摸爬滚打的日子了。帮你这条路，我能想象有多么的困难。玄妖之间势同水火，素影真人确实很多，但是说不定，我往后余生呢，也只想不愁吃喝，无忧无虑的度过。帮你这条路啊，它无疑是一个深渊，所以他对你残忍，但是站在玄界的立场上吧，肯定会有不少玄门之人拍手叫好呢。你觉得这样好玩是吧？即便真的如你所说，护心灵在我身上，你解个封就捅我一刀，解个封就捅我一刀，这事儿还真不是哪个人就能随便承受的吧？再说了，谁知道素影真人给你分成几块了？这要找齐得找多久啊？龙角、龙心、龙筋，就剩这3个地方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就此别过比较好。再见。你就不怕我催动护心灵，让你日日承受失心之苦？这事儿是我胆小懦弱，不敢承担。这护心灵带来的痛苦，算是我苟且偷生的代价吧。若我死了，护心灵便会失效，你也活不了。现在的你，当真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吗？正如你所说，素影真人封印你，而不杀你，便是想留你一命，保龙鳞铠甲法力不散，令他所爱之人可以长生。现在的你，应该没有死的权利吧？保重。我的确没有死的权利，但素影想要你死，确实很容易。这一路我听闻，素影真人似乎已经寻到了他那下落不明的爱人。他寻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找到了。这一次，他应该更想为他求得永生之法。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开始寻找那片遗失的护心灵。没有护心灵，活不过3日。你敢出卖我？谈何出卖？我们本来就是一条神圣的蚂蚱，要卖，我也只能卖我自己。不过，拿你当垫背也不错。你敢威胁我，我就不帮你。你最好就去告诉素影，咱俩同归于尽吧。不能让他人心乱跑，遇到广寒门的人就麻烦了。龙角可助妖龙吸取天地灵气，妖龙如今取得龙骨之后，一定会先取龙角。永州龙角阵已加固结界阵法，只待妖龙前去，便可一击降之。门主，重新寻回护心林，指日可待。陆公子有此机缘，也定能永伴门主左右。永州，我亲自去。